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新剧陷入欠薪风波，大批群演发文讨薪，痛批剧组苛待群演。赵丽颖最近真是风波不断，前面新电影《向阳花》反响频频陷入转型失败争议当中。如今已杀青的新剧《造成者》又被爆出拖欠多位群演工资，一拖就是小半年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最近，疑似某影视团队发文曝光《造成者》拖欠群演工资，连发2条博文讨薪，称《造成者》剧组让他们去演出，团队出了2个月队，还有舞龙舞狮的人，但工资却拖了4、5个月都没有给。逼得只能发文曝光剧组的无良欠薪行为，还带了赵丽颖和黄晓明的话题，希望引起广大网友关注。有部分网友对剧组欠薪行为表示不满，认为这么大剧组，主演还都是大咖，不应该拖欠群演工资。还有部分网友由于晒出的证据不足，怀疑发文真实性，对剧组欠薪持怀疑态度，表示有可能是中间人拖欠，和剧组关系不大，和演员更是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一个团队出问题，还可以说是受到中间商影响，但仔细搜索就会发现，不止一个人发文向造成者剧组讨薪。有网友3月份就发文曝光剧组，说好的当天结束发工资，结果一直拖延，中间在群里发了工资，但由于群消息太多，错过之后补领又等了好几天，还被骂了。1月份的时候也有其他人发文讨薪，称都过年了，群演工资还没发，而且不止一个人，大家都在群演群里说要联名报警了。但尽管这样催薪，直到4月初，群演工资仍然没有到位。该群演频繁发文艾特导演和演员，都没有引起关注。看口吻群演大部分还都是学生，聊天截图中还提到其他中介都是下班现结，他们跑去剧组要钱，工作人员却一再拖延，让等2天。据悉，造成者的群演工资并不算很高，有网友爆料称去体验当群演，10小时工资才70块钱，加班1小时10元，都没有达到福建省的最低时薪标准。待遇和环境也不好，群演凌晨就开工，冬天穿短袖，似乎只有在休息时间才能短暂穿短袖。该网友当天由于比较听话，和部分群演被安排穿着短袖待在风口，而主演们都穿着外套站在中间，保暖又吹不到风。体验1天群演的感觉就是非常辛苦，后来还挨冻感冒了。娱乐圈群演和演员之间的待遇根本没法比，如果这样辛苦还被拖欠工资，那真的是难上加难了。不管是不是中介的问题，剧组都有一定的话语权，毕竟中介也是剧组给发工资，如果闹出欠薪风波，最终影响到的还是剧集，甚至还会牵连主演。就希望造成者剧组能够对欠薪事件有所关注，及时解决，不要造成更大的影响吧。2. 单看作品与身份转换，赵丽颖走在了85花的最前面。电影《向阳花》中，赵丽颖颠覆出演刑满释放的不完美女性，素颜加方言，被歧视、被羞辱、被压榨，她们在生存线上挣扎，却用最狠的刀撕开阴霾，上演绝境中的逆袭人生。从风吹半夏、幸福到万家，谁是凶手？第20条，乔妍的心事到现在向阳花，赵丽颖正在逐步转型。她是近年来中国影视行业备受关注的案例。从古偶剧中的流量小花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实力派演员，再到涉足资本领域的行业多面手，她的转型路径呈现出多维突破。从古偶到现实题材的跨越，早期以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等古偶剧奠定流量地位后，赵丽颖主动跳出舒适圈，接连出演《幸福到万家》中倔强的农村女性和《幸福风吹半夏》中商海沉浮的许半夏，
这2个角色分别获得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，标志着主流奖项对其转型的认可。2025年主演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向阳花》，饰演刑满释放人员高月香，以短发、监狱服造型颠覆形象，展现底层女性的挣扎与反抗。表演风格的蜕变在《向阳花》中，她为贴近聋哑母亲角色学习手语，零下5度环境中连续12小时拍摄无声哭戏。导演冯小刚评价其表演既有血腥感的狠劲，又有疼爱女儿的柔软，这种矛盾美学塑造让角色更具层次感。职业身份的战略转型，从演员到制片人、出品人。2024年担任古装剧《与凤航》监制，首次涉足项目把控。2025年以出品人身份参与电影《向阳花》，其公司重庆新航海位列第4出品方。这种身份转变突破了演员被动接戏的局限，实现内容创作主导权。商业版图拓展，通过持股海润影视、暴风科技等公司，以及成立个人工作室，赵丽颖逐步构建起涵盖影视制作、投资的多维度事业版图。粉丝经济与资本运作结合的模式，被业内视为流量演员转型的标杆。打破85花转型困局，在同期演员仍深陷古偶剧同质化竞争时，赵丽颖通过《风吹半夏》第20条等作品实现去流量化。数据显示，其主演的现实题材剧25至35岁观众占比达58%，较同类剧高出20%，印证观众对其转型的接受度。争议与挑战，尽管获得主流奖项认可，但部分观众认为其电影角色存在同质化倾向，如连续3部影片中的苦难母亲形象。《向阳花》上映初期同样也面临口碑分化争议，不过影片最终以女性互助主题和黑色幽默叙事获得较高完成度评价。不谈演技，单看作品与身份的不断转换，赵丽颖在85花里终归是走在了最前面。